在苹果更新了第10代 iPad 后，我选择了 iPad Air 5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简单开个最晚的箱，顺便聊聊普通人、真实用户应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 iPad。其实我这次并没有在官方的渠道去买它，而选择了某宝，不到4K 的价格，选的是64G 深灰色。我给儿子上网的网课的那个 iPad 第5代屏幕啊，看看又碎了，中间其实已经碎过2次，都已经换过，所以这一次啊，干脆换个新的。早在9月份的时候，就在等这个月第10代的新 iPad。然后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苹果难看的吃相。第10代 iPad 完全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配置，3599的价格啊，给个非全贴合的屏幕。OK， 打开了，这个其实是最爽的时候。哇，深光灰颜色不错，非常好看。很爽。常规的充电头 Type C 的线，这个就不多说了，你们都看过。好，我们接着说刚才的话题。第10代 iPad USB 的接口又只支持 Lightning 的1代 Apple Pencil， 使得你如果要给 Apple Pencil 充电，就还得要配一个转接头，最后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画面了。如果说相对于 Air 和 Pro 基础版的 iPad， 对于价格敏感的用户来说啊，应该是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但是呢，它又为了更多的销售啊，又给配了一个只能支持第10代 iPad 的键盘夹，价格更是来到了1999。试想一下，买基础版的 iPad 用户会再去花2000块钱去买个套子吗？我确实是果粉啊，家里基本上全套都是苹果设备。说实话，在我日常的工作中，苹果设备间的无缝衔接啊，确实是提高了效率。苹果的好，该夸的要给个赞，但这明显的割韭菜的行为啊，就太不地道了。网上还一般给它洗地的，这样去吹就有点太过了。奇葩的产品就该踩，而不是一味的把它吹上天。好，我们把话题转到正题上来啊。如果你只仅仅上个网课的话，老款的第9代 iPad 完全就可以应对。A13 的芯片再用个几年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但如果你家里还有一些苹果设备，比如类似我这里还有 iPad mini 6和第2代笔，随着孩子年纪的增长，也逐步培养他们更好的去使用这些生产力工具，提高学习效率。儿子现在才1年级啊，老师的作业布置和提交也都是通过各种 App 应用了。把预算稍微加一点，就来到了 iPad Air。容量的话呢，我个人建议64GB 就够了，完全满足学习的用途，偶尔也能看看剧。游戏的话，我强烈建议不要用它。目前你可以长时间拿着玩的 iPad， 也就只是 iPad mini 6那样的小体积和重量，包括更高规的 iPad Pro 在内的同样如此。iPad Pro 有最好的处理器和屏幕 ，M2 的芯片目前完全发挥不出来，没有使用场景，适合那些对价格不敏感、闭着眼睛只要最好的土豪用户。好了，今天简短的呢和大家聊一聊，分享一下我自己使用 iPad 的一些小心得，希望能对你在 iPad 的选择上有所帮助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